各位玩家，深夜快乐呀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巨好看的电影《歇斯底里》。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把歇斯底里误认为是一个成语吧？其实这个词和沙发、咖啡、芝士、巧克力一样，是外来音译词，英文名为 hysteria， 用来指代一种异常激动和失常的情绪和举止。虽然现在这个词已经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对话中，但在19世纪的欧洲，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女性。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设备都很落后，连今天看来最基本的细菌这个概念都被许多医生视为谬论。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莫蒂莫虽然一心想救死扶伤，实现自己的抱负，却屡屡碰壁。这个耿直的孩子在医院实习的时候，居然跟主治大夫吵架，骂这些老东西不知道读最新的科学研究，只依照过去的经验来墨守成规。但结果就是他被去过的每一家医院都扔了出来，无奈他只能重新找工作，一番辗转来到了一家专科门诊，而这个诊所只治疗一种病——歇斯底里症。来这里看病的全部都是女性，面对医生的询问，她们根本说不清楚自己的病因，只是觉得很烦躁，情绪低落，有时候又很兴奋，起起伏伏不够稳定，听上去好像很复杂，甚至还涉及到了心理疾病。然而这些女性都是空虚寂寞冷了，怎么治疗呢？诊所的医生发明了一个至少从现在来看都很羞耻的治疗方法。实际上，这里需要非常正经的科普一下，鉴于当年人类对性认识的局限性，这种方式并没有掺杂任何不正经的思想，医生真的是在努力治疗。在当时，一旦女性被认定得了歇斯底里症，你知道要如何才能根治吗？做手术抛开肚子，拿掉子宫。所以说诊所老板的治疗方法已经很保守，很有职业道德了。你可以说这些人太愚昧，但当年的医疗水平真的就是如此。莫蒂莫之前都是一个外科医生，哪里见过这个阵仗，于是他只得先作为助手观摩了治疗过程。同时这份工作也让他遇到了一个注定要羁绊一生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诊所老板的大女儿，是一个女权战士。她没有继承老爸的衣钵，而是去当了志愿者，无偿为女性争取权利。相对大女儿的风驰电掣，小女儿却温柔可人。她就是个乖乖女，一直依偎在大家的怀抱里，像个温柔的小白兔。莫蒂莫来到这种一半是火一半是水的家庭诊所里，还要面对这么多的女病人，一时之间确实有点难以招架。因为没有经验，他还弄疼了病人，被人家直接投诉了。后来极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，莫蒂莫因为工作太过操劳，右手发生痉挛了，连夹菜都变得不利索了。小女儿看到了，马上细心为莫蒂莫夹好菜，结果两人眉目传情，就这么好上了。每天大姐回到家就是一通发飙，指责父亲的大男子主义，但最后都被小女儿暖场，让场面快速和谐下来。老爸看在眼里，一直想找个女婿继承自己的诊所。莫蒂莫和小女儿走得近，那就操办起来吧。于是在他的撮合下，莫蒂莫和小女儿谈起了恋爱。可是诊所的状况却变得每况愈下，莫蒂莫还这么年轻，右手都痉挛了，老爷子就更不用提了，右手止不住的颤抖啊。这天忧心忡忡的莫蒂莫来到了富二代朋友家里，随手捡起了朋友正在研究的那些高端仪器，发现在蒸汽发电的带动下，不断震动的鸡毛掸子简直就是个神器。他灵机一动，对啊，为什么不用电动来代替手动呢？之后他将所有工作里遇到的经验全部注入到那只小小的电动机器上，然后找到之前投诉他的那个女病人，说是要免费给他试一下。不出所料，效果好的不要不要的，莫蒂莫因此也赚的是盆满钵满。事业总算是步入了正轨，可爱情却丢了。莫蒂莫本来和诊所老板的小女儿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，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发现自己的目光开始被大姨子吸引走了。其实大姨子不仅是个女权战士，还对歇斯底里病只能发生在女人的身上感到非常的不满。他一直都提倡说，女人也是有欲望的，不能一刀切。但这番言论却让他身陷囹圄，锒铛入狱。为了解救女儿，诊所老板只能说女儿是得了传说中的不治之症歇斯底里。还记得电影开头说的，当时人们是怎么对待这种病的吗？是要摘取子宫的。危难关头，莫蒂莫挺身而出。事实上，虽然他靠发明缓解歇斯底里病的仪器而发家致富，但他打心眼里根本就不认同这种病的存在。
他认为女性也是有欲望的，她们的烦躁和不安只是一种情绪表达而已。如果这样都要被摘除子宫，那么全英国的女性恐怕无一幸免。最终，莫蒂默说服了法官，大姨子最终被判处劳教1个月。电影的最后，在大姨子出狱后，2个人在监狱门口就互啃了起来，观众被强行喂了一把狗粮。然而，电影之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莫蒂默的发明开始受到疯狂追捧，甚至连英国王室也偷偷定制了一个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女性用品之一。而歇斯底里的治疗也终于在1952年被官方禁止。这段传奇的历史尽管很狗血也很高能，但请不要怀疑它的真实性，因为电影开头就强调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千真万确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